不对，那陈琳既然将婴儿送出宫去，想必有个去处。娘娘应当不会不知。不错，哀家知道他在何处。娘娘，陈琳带他去了南清宫。南清宫是八王爷的府邸，难道说八王爷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？不仅如此，八王爷还把他带到自己府邸，与其他皇子一起抚养。娘娘适才言道，此案涉及2位当朝显位，这第2位，莫非就是当今皇上？而当年襁褓中的婴儿，也就是如今的大宋皇帝。正是。好一位贤德忠心的八贤王！大人，难道当今皇上不是刘太后所生？因果报应。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以后，他虽然也生了一名男婴，并封为东宫太子，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正宫之位。不幸的是，太子6岁时得病身亡，终究还是落了一场空。先皇伤心之余，从此沉溺于道家之学，并由诸王皇子之中遴选太子。八王爷便是趁此时机，将先皇亲自送入宫中，保住了先皇血脉。然而，当时八王爷因何不向先皇禀告此事呢？后宫权力倾轧，自古皆然。当时若是揭发此事，非但难以取证，甚或危及太子性命。八王爷隐忍不报，也是情非得已。鲍大人不必介怀，对八贤王，哀家感激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责怪于他呢？只是却让娘娘平白承受了30年的冤屈凄苦。不，得知皇儿安然无恙，哀家已心满意足。既然八王爷要隐瞒此事，那为何陈总管却在7年之后去冷宫禀告娘娘呢？皇儿7岁进宫时，意外闯进冷宫，哀家见他与自己被换走的孩子一般年纪，也许是母子天性吧。哀家就将先皇所赐的玉佩转赠于他。八贤王见玉佩，心生不忍，所以才命陈琳前来传话。娘娘，有人看您来了。冷宫静地，又有谁会来看我？回娘娘，是奴婢陈琳。是皇上派你来的？不，我真是痴人说梦话。我打入冷宫已经7年，皇上从来没有来过这里，他怎么会派你来看我呢？娘娘受的委屈，
奴婢全知道的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连我自己都渐渐相信，当年生下的是个怪物。不，娘娘生的是一位皇子，是皇上的嫡亲血脉呀。你说什么7年来，小皇子一直在八王爷府邸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八王爷谎称是自己亲生，而且蒙圣上钦点为东宫太子啊。东宫太子？你是说，日前误闯冷宫的那位太子，是本宫的亲生骨肉？正是啊。八王爷唯恐小太子被奸人所害，因此隐瞒至今。娘娘赠给太子的玉佩，八王爷看到了，未免娘娘担心，才要奴婢前来禀告娘娘啊。果真。苍天有眼，我那皇儿竟安然无恙。娘娘，八王爷特别交代，此事切莫声张，若要被奸人得知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是谁？是谁如此心狠手辣，连八王爷都如此顾忌？皇上潜心修道，不理俗事，如今宫中大权在谁手中，想必娘娘清楚啊。是他。是他。是刘妃。正是她呀。刘娘娘觊觎正宫娘娘大位，才指使郭槐定下这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啊。我和她情同姐妹，情同姐妹，她怎么会如此心狠呢？唉，权势诱人呐。如今她也得偿夙愿，成了当今皇后了。不，我不能放过她。娘娘，你去告诉皇上，就说本宫要见他。快去告诉皇上。娘娘，不可能啊，这不可能的呀！皇上因为娘娘生下了怪物，一直耿耿于怀，而且狸猫换太子一事难提证据，倘若声张出去，反倒让刘娘娘有了警觉，反而对娘娘和小太子都不利呀。难道就由任他上下其手，为所欲为吗？要忍，八王爷一再嘱咐要娘娘忍耐，他会寻个适当的时机揭发此事。
千万不要因一时冲动，反而招祸呀！为了确保皇儿平安，哀家也只好忍耐，只好每天夜里焚香祝祷，祈祷上苍保佑皇儿，盼他不受伤害。既然如此，娘娘又怎会诈死逃出宫去，又怎会隐姓埋名长达20年呢？不错，皇宫内院门禁森严，冷宫更是严禁外人进出。当年太子年纪幼小，或可侥幸闯入，娘娘却是断无逃出之理。机缘凑巧，也就是那刘妃心怀鬼胎，她恨不得将哀家除之而后快。不知在哪里听到了消息，竟然向先皇诬告我，说哀家每天黑夜焚香，是诅咒先皇。岂有此理！他竟敢诅咒于朕！皇上请息怒，你娘娘这么做只是一时想不开，臣妾相信她也不是真的那么怨恨皇上。生下妖孽，朕没有赐他死，他反倒怨恨起朕来了。启禀皇上，李娘娘生性温顺，不会怀此恶毒心肠，还请皇上圣察呀。陈总管，他若不是诅咒皇上，那他为什么要半夜3更的烧香呢？陈立，奴婢在。传朕口谕，此地非7尺白绫，要他自尽谢罪。皇上，还请皇上三思啊！皇上，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不行，朕意已决。陈琳，你是首领太监，这件事就由你去奉旨执行。皇上，大胆！你敢抗旨不遵？奴婢不敢，奴婢遵旨。郭槐，奴婢在。你是后宫太监总管，你听着，1个时辰之后，去冷宫验明正身。奴婢遵旨。先皇既然下旨赐死，娘娘又怎会逃过此劫？提起此事，也实在令人心酸。除了陈琳之外，冷宫总管秦凤也是个忠心之人。正当他们2人在无计搭救之时，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？娘娘，时辰紧迫，娘娘若不立刻逃出宫去，就性命难保。是啊，怎么逃？宫中禁地，守卫何等森严，逃不掉的。算了，不会有机会的。娘娘请放宽心，奴婢有法子让娘娘逃出宫去。就算如此，郭槐不见尸首，岂肯罢休啊？一旦禀明皇上，究竟还是会被追回来的。回娘娘，有尸首。这话怎么讲？奴婢已安排好了替死之人。替死？是啊。于中，奴婢于中叩见娘娘。秦凤，他是回娘娘，于中是冷宫的小太监。奴婢自他9岁进宫，便一直带在身边，由他替死，就有了尸首。真是难为你们了。
可是郭槐奉旨验明正身，又岂会认不出来？由他替死，不是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吗？这没有用的。不，郭槐认不出来。他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娘娘或许从未见过人一死之后的情形，奴婢在宫中多年，却见过不少案例，吊颈而亡，大多数面呈青紫，颜容扭曲。若不仔细辨认，是很难分辨原来容貌。可是郭槐他要是仔细辨认怎么办呢？那郭槐心怀鬼胎，问心有愧，谅他也不敢正眼去看。娘娘，奴婢相信这一定能瞒过郭槐的。不，就算郭槐认不出来，本宫也不能为了自己活命，而让于中去替我死啊！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，让他做这样的牺牲。启禀娘娘，奴婢是自愿替死的。你说什么？奴婢自幼进宫，跟随秦总管学到了不少忠义的道理，能为娘娘替死是奴婢的福气，奴婢心甘情愿。不，本宫不同意。请娘娘成全奴婢的一片忠心。让你替死，固然可以让你得到全忠，可是本宫却成了不义之人，本宫万万不能同意。娘娘，娘娘，请娘娘和于中互换衣服。奴婢在城外已安排好了人接应，再迟，郭槐一到就来不及了。不，请娘娘为太子殿下着想啊！倘若娘娘奉旨归天，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娘娘是他的亲生之母啊！娘娘，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认贼作母，终其一生呢？只要留得性命在，终有一天，太子殿下和娘娘能够母子团圆。届时，非但能洗刷娘娘的冤屈，更能让这是非黑白、善恶对错昭然于世啊！请娘娘成全。好，本宫深受你们一片忠心。谢娘娘。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于中！无论是于中，还是秦凤、陈琳，他们都是哀家生命中的贵人。若无他们帮助，哀家恐怕早已命丧九泉了。娘娘，既然那秦凤替娘娘安排了接应之人，又怎会让娘娘流落至此，饱受穷困苦难呢？也是造化弄人，秦凤的确派人接应了哀家，而那个人在接应哀家前往避难之所的途中，不幸染病身亡。哀家举目无亲，四处游荡，寒蝉用尽，只好乞讨为生。那个张毅原本是个小乞儿，哀家将他收为义子，相依为命。如今他已长大成人，以卖菜为生，奉养哀家。日子过得虽然清苦，倒也能够勉强度日。宝琴，臣在。如今你已经明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哀家的冤案，你可还敢接？回娘娘，如今
已无关乎敢或不敢。包拯身为人臣，却徒令太妃娘娘蒙冤受屈，一事不忠。如今，包拯定当竭尽心力，为太妃娘娘平反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安心了。禀娘娘，事关重大，不可不慎。为求掩人耳目，请娘娘全充包拯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，也好名正言顺同返京城。敢请娘娘恩准。一切就依你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学生敢问，娘娘的双目是如何失明的？哀家也不清楚，不知什么时候就看不见了。可否让学生替娘娘看看？哦，公孙先生还能治病？公孙先生精通岐黄之术，或可查出些端倪。既然如此，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。公孙先生情形如何？大人，老夫人是因为念子心切，终日以泪洗面，导致哭瞎了双眼。可有复明之计？拖延时日过久，恐怕难下定论。学生尽力而为。大人如今作何打算？此案牵涉太广，一时尚难有对策。然而无论如何，都必须尽快回京，以免夜长梦多。王朝马汉在，准备一顶软轿为老夫人代步，一旦准备妥当，立刻启程回京。是。大人，张毅可要随行？不，他若随行，恐会起人疑窦。让他留在庙中，不得对外声张。是。老夫人请用茶。有劳你了。老夫人是包拯尊长，亲奉茶水，自是理所当然。20年来，让老身总算有了依靠。可惜我双目失明，无法亲眼目睹你的容貌，终其一生只能凭空臆测。老夫人请宽心，老夫人失明的原因，学生已然明了，或许能找出方法，让老夫人尽快复明。哦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据学生所知，的确有类似的患者，在经过诊治调养之后得以痊愈。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，老夫人，请务必帮助老身，眼睛复明。老身还想在有生之年，看看许多人、许多事，尤其是想看到那些陷害我的奸人，得到应有的报应。
老夫人，你的演技最忌讳的就是动气，也不宜伤心激动，还请老夫人多多保重，以便于学生为老夫人诊治。医者之言，不能不听，老身遵命就是。学生不敢。旅途劳顿，老夫人多事休息，稍后仍要赶路往。好，你们去忙吧，别招呼我了。是。你们4个在此，随时听候老夫人差遣。是。大人返京之后，打算如何着手？公孙先生估计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真假如何？学生以为90%是真。不错，本府也如此认为。不过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除却亲身经历之外，其他全都来自陈琳。大人对陈总管又知道多少呢？陈琳虽是皇上多年，甚至可以说，皇上在宫中是由陈琳一手带大，故而皇上尊封陈琳亚父称号。既然如此，皇上登基之后，陈琳为何没有向皇上陈述当年的往事呢？这一点本府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皇上登基不久，陈琳就告老还乡，想必他自有道理。大人，学生以为，若想查明当年往事，恐怕还得从陈琳身上着手才是。不错，太后与郭槐乃是太妃娘娘口中的奸人私党，想必不会自成罪行。回京之后，本府立刻查明那陈琳的退隐之处，也好寻他问明真相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人是关键。八王爷。大人与八王爷私交甚笃，大人何不直接请教于八王爷呢？不行，此案牵连太广，轻则朝野震惊，重则动摇国本。本府必须先以言语试探，再伺机查询。大人顾虑甚是。这些事也的确是多事之秋。大人陈州督镇铡了庞玉，白玉堂却同时夜闯进宫，盗配流书。如今，大人更是在无意之间查得一桩惊天动地的陈年旧案。接下来只怕往后，大人要更加劳心劳力了。既识君路，忠君之事，本府理当尽力而为。只是展护卫只身独闯陷空岛，究竟能否追回玉佩，却让本府颇为挂记呀。学生相信，展护卫绝不会有负大人所托。但愿如此。你且先行退下。是。
娘娘，府衙内并无女眷，这厢房乃是为包拯嫂娘来京暂住所备，不周之处，还请娘娘见谅。无论是何处，都要比那破屋强多了。包钦口中的嫂娘是何许人？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称呼？回娘娘，包拯自幼父母双亡，乃是长嫂带大，故而以嫂娘相称。哦，这倒颇不寻常。嫂娘之于包拯，虽无生育之恩，却有养育之情，故而包拯始终以人子之礼视之。包钦能视长嫂以孝，的确是难能可贵。所谓百善孝为先，无怪乎能成为朝廷支柱，社稷栋梁啊。娘娘谬赞，包拯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哀家可羡慕得很呐。娘娘请宽心，一旦全案查明，彻底平反之后，娘娘定可以与皇上重续天伦。然而在此之前，还请娘娘多加忍耐。哀家自知此案难办，所谓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也罢，哀家一切尽待包钦安排吧。是，包拯立刻着手。你奉旨陈州督镇返京，为何不进宫，面圣交旨呢？若非奉诏，夜不入宫，乃是宫中的体制，包拯岂敢不遵？再者，惊扰圣驾总是不该。明日早朝之后再做禀奏，也还不迟。他可是个好皇帝。皇上年事虽轻，却老成持重，称得上是一位仁德之君。那就好。哀家20年前总算是和他见过一面，那时候他才7岁，不知现在长成什么模样。皇上英武威仪，与先皇颇为神似。是吗？哀家恐怕永远也无缘亲眼见到他了。娘娘请宽心，公孙先生博学多闻，医术精湛，包拯相信，他定能令娘娘双目复明。那就寄望于他了。大人，学生翻遍医书，搜尽枯肠，总算是不辱使命。哦，公孙先生可是已有医治之法？大人，老夫人抑郁终日，以泪洗面，双目血路受阻，挚爱难通，久而久之，经脉受损，导致失明。然而状似真盲，实则却是假盲。哦，何谓假盲？老夫人的失明只是暂时，而非永久。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打通血脉，再佐以活血明经之药，滋补调养，学生确信当能痊愈。如此甚好，就劳公孙先生明日一早就开始为娘娘诊治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大人，王丞相来访。相爷怎会在此时前来？快请至花厅说话。是。相爷请。相爷，
请坐。相爷营夜来访，可是有何急事？包大人，该着急的应该是你吧？你怎么反倒像没事人一般呢？相爷此话怎讲？皇上下旨要你去陈州督镇，你怎么竟然把安乐侯庞玉给铡了呢？相爷，那庞玉克扣赈粮，私吞赈银，更假借赈灾之名，广征民工，营造私宰，强裸民女，成其私欲。数十万灾民非但未蒙朝廷恤灾之力，反遭欺压荼毒之害。包拯既然奉旨督政，若不扎他，岂非有亏职守，愧对皇上？老夫早该知道，当初皇上让包大人前去陈州督镇，那就注定了会要庞玉的性命。相爷，莫非相爷认为包拯处置失当，或是皇上指责包拯所为不该？不是，那倒不是，只是你好歹先禀奏过皇上，再办庞玉也不迟嘛。时势所逼，情非得已。若不当机立断将他处死，非但民愤难消，民怨难平，一旦饥民被逼，沦为盗贼，灾民被迫结为暴民，一场浩劫于焉而生。届时，朝廷威信荡然无存，又岂是皇上所乐见？老夫也知道，包大人言之有理，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。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，这父子连心，姐弟情深，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。若是如此，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，或可为皇上分忧。不，千万不可！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，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。皇上已经下旨，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，为那庞玉料理后事，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，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。可是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。是，包拯遵旨便是。还有，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，皇上势必要追问，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要预做准备。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，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，否则此事，恐怕是难以善了啊。多谢相爷提醒。还有一件事，相爷，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麻烦呐。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。哦，相爷请讲。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。相爷何以得知？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，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，从未进京。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，反倒轰动了京城啊！相爷取笑了，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。哦，失散多年，得以重聚，倒也难得呀。相爷，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，大人将她带回京城，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。哦，那能治得好吗？学生尽力一试。好，既是包大人的亲眷，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，
老夫那位夫人呐，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。是，多谢相爷抬爱，保准日后定当安排。好，皇上交代的话，老夫都带到了。老夫想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。包大人连日奔波，想必累了，老夫不多打扰，就此告辞。保准恭送相爷。不，你知道，老夫最怕麻烦人了。是，保准遵命，相爷好走。想不到，老夫人进府的事居然传了出去。不碍事，公孙先生应对得体，应该不会弃人以斗。展护卫尚未回来，明日大人面圣之时，打算如何向皇上禀奏啊？实话实说。展护卫有把握把玉佩追回？回皇上，臣确信展护卫必能不负所托。那夜闯进宫盗佩流书的究竟是什么人？据展护卫指称，此人来自江湖，人称锦毛鼠白玉堂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玉猫称号，心生不服，故而入宫盗宝，意在逼展护卫出面，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。朕自诩无愧对于臣民百姓，倒也无惧。倘若惊吓到太后，岂非陷朕于不孝？你执掌开封，却让人闯入进宫，朕要听听你怎么说。回皇上，那白玉堂武艺超群，宫中卫士恐怕皆非其敌手，遭他闯入，是因力有未逮。然而保朕也难脱失职之嫌，请皇上下旨降罪，臣绝无怨言。皇上，案发之时，包大人与展护卫均不在京师，所谓鞭长莫及，还请皇上不罪免罚。行了，这点道理朕岂会不明白？只是那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是因为朕封展昭御猫之故，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？臣惶恐，臣绝无此意，请皇上慎查。朕不是怪罪于你，只是不满那白玉堂。好了，一旦将他擒获，立刻把他带进宫来，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，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。臣遵旨。对了，府上那位亲眷眼疾治得如何了？包大人休怪老夫，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，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。皇上问起，老夫怎能不说？相爷，的确不能怪王丞相，是朕主动提问的。皇上日理万机，操劳国事，保朕不敢因私务而惊动皇上。这就是包卿的不对。你乃是朕的肱骨之臣，朕表示关心，难道不对吗？臣不敢。包大人，皇上是以仁孝治国，既然尊长有疾，子侄焉能不忧啊？包大人公务繁重，若是再为家务所累，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？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。行了，朕知道你一向公而忘私，既然朕已开口询问，难道包卿就不打算回话吗？臣不敢。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诊治，请皇上万勿挂心。好，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想必能够治愈。
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，包卿尽管开口。谢皇上隆恩。照方抓药，细火慢煎，每日3副，饭后服用。是。公孙先生，老夫人，老身这对眼睛，你真的能治好吗？回老夫人，学生自信有8、9分的把握。若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了。学生不敢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。验医治病，当遵医嘱，此乃天经地义之事，请公孙先生明讲。是。老夫人的眼疾，非一朝一夕所致，实乃因思念亲人，过度忧伤。如今学生施以金针过血之术，再佐以明目活醒之药，只要安心调养，当可痊愈。不过在此期间，千万不可焦虑激动，否则恐会前功尽弃。这一点，尚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。好，公孙先生的嘱咐，老身会牢记在心。多谢老夫人。公孙先生所言是真，亦或是只为了安抚老夫人？大人，两者皆有。学生担心，大人追查此案之时，老夫人会饱受刺激，一旦过于激动，非但对病情不利，甚至有碍于大人查案，故而先期诱导，防患于未然。公孙先生果然顾虑周到。大人谬赞，但不知大人打算由何处查起？南清宫八王爷府。包大人若再不回来，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。果儿陈州事了，包拯就立刻赶回京来。哦，哼，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！不该，不该呀！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？哎，贼人夜闯进宫，盗佩流书，惊扰圣驾。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？的确难逃王爷法眼，正是为此。追查的如何了？展护卫已前往追击，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。那就好。若是追不回玉佩，皇上势必耿耿于怀，睡不安枕了。圣驾遭到惊扰，皇上心中不悦，包拯犹能理解。为了一方玉佩，让皇上耿耿于怀，却让包拯不解。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。包拯愿闻其详。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。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，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。如此说来，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。不，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。但不知是哪位娘娘？是……往事已矣，人事全非，不提也罢。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啊？皇上7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，进宫之日，偶遇这位皇娘。
二人一见投缘，便以此佩相赠。自此，皇上终日随身佩戴，从不离身。此佩被盗，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。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，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。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，而以仁孝二字相勉，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。难怪皇上对着玉佩如此在意。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？20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。下棋，下棋，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。是。展大人回来了，大人可在府中？大人去了八王爷府。公孙先生，公孙先生还在府中。展护卫辛苦了，可曾追回玉佩？信不辱命。太好了，如此一来，大人可以向皇上交代了。学生立刻通知大人。且慢，展昭有一事要和公孙先生商议。展护卫，请说。玉佩虽然追回，展某却没有将白玉堂带回来。在大人回府之前，还请公孙先生帮忙想个对策。禀王爷，包大人侍卫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丁让王爷与大人下棋，请王爷恕罪。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马汉，何事如此匆忙？回大人，展护卫回府了。王爷，展护卫回来了，想必是有结果了。包大人就回府看看吧。只是此局未了。包大人总是先公后私的，这下棋是私事，包大人就请便吧。打搅了王爷的棋性了。棋日后可以再下，公事可不能不先办。包大人就别在意了。多谢王爷体恤，请。大人，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，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。展护卫此行可还顺利？回大人，献空岛吴蜀不愧是侠义中人，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，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，
并未多生枝节。主动归还。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旨在展昭，目的既已达到，自然不再刁难。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？仍在仙空岛。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？大人，白玉堂素无恶行，入宫盗宝也仅是一时冲动，故而属下并未将他带回。然而他夜闯进宫，惊扰圣驾，盗佩流书，行径嚣张。无论是否一时冲动，违法犯纪，却是事实。大人，那白玉堂来自江湖，江湖中人原本就没有法治观念。公孙先生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民。江湖中人又如何？难道江湖中人便能目无王法，恣意妄为？这展护卫，本府知道你也来自江湖，然而却随本府成为执法之人。倘若江湖人便可不遵王法，展护卫又将如何执法，如何服人？大人，展护卫追回玉佩，有功在先，纵放轻犯，却有过于后。依法论法，你难逃失职之嫌。属下明白。大人一向知法守法，执法护法。然而展昭遵从的却是江湖道义，与人之常情。倘若因而触法，愿承担失职之罪，任凭大人惩处。大人，白玉堂虽然误触法网，却并没恶意，主动归还玉佩，更足见其以蒙悔意。即便是依法纠办，也该有情节轻重之分，蓄意与否之别，还请大人明鉴。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，本府何尝不知？只是那白玉堂违法事实，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。至于判罚是轻是重，却并非本府所能左右啊。白玉堂所作所为，已然惊动圣驾。皇上震怒之余，下旨要亲自见他。倘若不能将白玉堂缉捕到案，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？一旦白玉堂到案，圣意如何，那就更非我等所能预见。此案恐怕并不好办。大人何不先入宫还佩，然后视皇上动静再做决断？如今也只得如此了。不过还有一事，较此事更为重要，必须先让展护卫了解内情，日后才可以协助本府一并查案。莫非属下前往仙空岛之时，还有重大案件发生？不错，
而且此案势必远远超过展护卫所能议策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将老夫人之事原原本本说于展护卫知晓。是。本府先去厢房，请老夫人验证这方玉佩。是他，是他，错不了。20年了，哀家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块玉佩还能出现在面前。娘娘目不能视，何以如此肯定？自从哀家被打入冷宫，日夜盼望先皇能够来看看哀家，听听哀家诉苦。可是先皇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冷宫估计，这块玉佩变成了哀家的唯一寄托，于是终日把玩于手掌之中，根本无需观看便能认得出来。当年娘娘怎会舍得将玉佩转赠于初封太子的皇上呢？一则哀家对皇上的期盼已成了绝望，二则对皇儿一见如故，虽不知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哀家将思子之情完全倾注于他的身上，所以哀家才将这块玉佩转赠于他。娘娘当时恐怕对先皇已无恨意，否则也不会仁孝二字期许皇上。宝卿，你如何得知当年哀家对皇儿所说的言语啊？回娘娘，皇上自登基以来，始至以仁孝二字治国。再者，八王爷也已向包拯提过此事。八贤王已知，哀家还在世上。不，八王爷不知道。包拯以为时机尚未成熟，故而未向王爷禀报，还请娘娘勿怪。既然哀家将此事全部交给包拯处理，一切就听你的安排。只是何时才是时机成熟呢？皇上对娘娘所赠玉佩珍如至宝，包拯想借机试探圣意如何。同时，陈琳陈公公也已告劳退隐，必须查明他如今的居处。唯有待陈琳来到，查明所有相关细节之后，方可谓时机成熟。届时，包拯定会想出办法，让娘娘的冤屈一并平反。哀家一切就听包卿安排。谢娘娘，还请娘娘赐还玉佩，包拯也好进宫复职。真没想到，他会将这块玉佩一直珍惜爱着。宝卿说得对，皇儿一定是位仁德的好皇帝。玉佩追回，请皇上御览。
正是此配。抱歉，平身。谢皇上。恭喜皇上，玉佩失而复得。是展护卫追回来的？是。展护卫安在？为何不随包青一起入宫呢？回皇上，展护卫自承有罪，待皇上宣诏，方敢入宫。展护卫何罪之有啊？追回玉佩乃大功一件，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啊。白玉堂入宫盗宝，惊扰圣驾，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。展护卫自责，因虚名而让皇上增烦添忧。那也不能怪展护卫啊，该追究的是那目无王法的白玉堂。白玉堂自知有错，故而主动归还玉佩。主动归还？是。展护卫顾及江湖道义，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白玉堂进宫盗宝，惊扰了朕，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，就不予计较。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，岂不失职？展护卫自承有罪，指的正是失职之罪。不行，展护卫认罪也好，不认罪也罢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，还是要依法拘捕。臣遵旨。至于展护卫，皇上，展护卫追佩有功，赶请皇上恕其失职之罪。是啊，若不是展护卫独闯贼窟，这方玉佩恐怕永远追不回来了。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，朕自会加以奖赏。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，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。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。我不会去抓他。可是你若不抓，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只有听凭皇上了。展护卫，大人，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，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。本府明白。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？本府尚无对策。可是展护卫，老夫人一案，展护卫可都明白了。公孙先生已对属下说了，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不错，的确很难让人置信。此案才是当务之急。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，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。